这 iPadOS 26真不错呀！这是一台 M3 iPad Air 蓝色 1TB， 从3月份发布至今，我也浅用了4个多月。其实在此之前，我的用途还是看看视频、玩小游戏、娱乐为主。但自从 WWDC 2025，我将它升级到 iPadOS 26后，一切都变了。现在简单聊聊它的配置。说实话，如今 iPad Air 和 iPad Pro 硬件都是很无聊的，因为它们都太强了。即便是这台 Air 都搭载了 M3 芯片，8核 CPU 加9核 GPU， 这边 MacBook 上面的 M3 少了1个 GPU 核心，还有8GB 内存，都赶得上我之前用的 Air 了。6.1毫米的厚度和460克的重量，出门随身带着也还算是挺无感的，就跟我出门带着2.03台 iPhone 16 Pro Max 的重量一样。你为什么可以带2.03台 iPhone 16 Pro Max 啊？这是一种比喻。以前我也想过买一台13英寸的 iPad Air， 但后面仔细思考了一下，我已经有一台13英寸的 MacBook Pro 了 ，iPad 我就想更轻松的携带。也还好吧，不就2.7台 iPhone 16 Pro Max 吗？重量是一方面，主要还是尺寸。目前我还没有适合装下13英寸的包包。如果大家愿意的话，给我投2个币，助力我买到心仪的13英寸包包。2个币，2个币，2个币，2个币。而11英寸的大小可以轻松塞进各种包包，甚至加上妙控键盘和 Apple Pencil 也不会有太大压力。我可以随时随地拿出来使用，甚至偶尔单手掌控。Liquid 视网膜显示屏264 ppi， 我相信有很多人还是喜欢 LCD 的观感，但在看惯了如今各种 Mini LED 和 OLED 屏幕之后，我还是深深被那 HDR 效果给吸引住了。看电影和各种杜比世界视频真的很带感。如果以后连 Air 也可以换成 OLED 或是 Mini LED 就好了。但毋庸置疑的是，这块 Liquid 视网膜显示屏的观感也是一流的水平，显示效果细腻、清晰锐利，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当然，如果能再加上 ProMotion 就更好了呢。10Gbps 速率的吸口将我美美的照片传进来的时候非常快啊！手持一块大屏可以看看样张、修图，但这个接口更棒的用途还在后头。可以说，在升级到 iPadOS 26后，我的工作流被大大的改变了。怎么说呢？可能得从很久以前说起。那时候我还是一名天真无邪的美少女，现在也是。我在优酷视频上看到了初代 MacBook Air 的亮相视频片段，乔布斯从一个文件袋里面抽出了一台笔记本，这给当时天真无邪的美少女的我，现在还是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从此之后，我便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可以买上一台，在办公桌上用着 MacBook Air 的我，一定是整栋办公楼最靓的女仔，我一定要日日用、夜夜用。17年过去了，在职场摸爬滚打了好几年，我也终于成为了尼可厅长这个频道工作室的操盘手。但如今，无论是 MacBook Air 还是 Pro， 对于我来说，都更像是一台纯粹的办公设备了。它们长时间只会待在我的办公桌，处理各种繁琐和枯燥的工作，它也失去了曾经我幻想中的光芒。而在下班之后，我通常会带上 iPad 看剧或玩游戏，但经常又因为工作缠身，2台设备我都需要带上，一台工作，一台生活。如果只用一台设备就能很好的实现平衡，那该有多好！而 iPadOS 26做到了。首先说几个这次我超喜欢的更新，窗口化 App。跟台前调度不同的是，后者是让你专注于1个或者是2个 App， 而前者则是让你更高效的在多个 App 之间来回穿梭。我可以在同一个页面打开10几个 App， 并且可以自由的调整窗口大小，轻松的在移动端化和平板化的状态之间切换。同时，苹果也预设了好几种窗口大小在新增的红绿灯状态栏里。我特别喜欢这个4应用排列组合，一次过将我常用的 App 排站好。工作的时候一边浏览网页，一边码字，一边看视频，一边微信。以及这个3应用移动端化组合，抖音、小红书、B 站同时打开，时刻观察频道走向，而且每一个窗口的大小刚好就是一台 iPhone 16 Pro Max， 四舍五入，我岂不是拥有了4台 iPhone？ 遇到有什么东西需要去桌面找一下的，点空白处就可以了。搞定之后再点一下，又回来了。Mac 用户表示很熟悉。当应用多了之后，11英寸的大小就确实有点不够用了。而这个时候，之前提到的接口就登场了。没错，如今它就变成了一台完全体的 iPad Air Pro Max。在外接27英寸显示器下，我既有多窗口 App 的体验，又不会牺牲显示大小。4应用的组合，每个窗口大小都接近11英寸了，这岂不是又相当于我一次过拥有5台 iPad Air 了？无论
论是办公还是娱乐，还是办公加娱乐，都可以轻松拿捏。在这种状态下，生产力确实得以提升，特别是在遇到视频需要交付的时候，我 iPad 屏幕可以省片，在外接屏幕上还可以同时显示4个窗口，飞书群沟通、备忘录看稿、Safari 校对，还有一个 B 站窗口，随时打开准备上传视频给屏幕前的你观看。而且如今的鼠标样式也确实更像鼠标了，操作逻辑也清晰明了不少，并不会像之前那样落到一个选项上面指针就消失不见了。不过没适配的 App 还是会出现这个情况。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更新就是带来了跟 Mac 一样的应用菜单栏。以前如果要找一个相关设置或是选项，可能得点好几次才能找到，但如今在菜单栏里面就直接集成了不少操作，更加方便快捷。不过目前主要还是原生应用支持的更好一些，像是 Safari、照片、App Store、音乐等等。而大部分第三方应用在菜单栏里面则是没有针对性的选项，希望这个开发者可以抓紧脚步呀。第三个我喜欢的功能就是 Dock 栏，如今可以放文件夹了。同样，这个逻辑跟 Mac 一样，真的很实用。无论是下载文件夹，还是我自己新建的文件夹，都可以把它放在 Dock 栏。排序方式和呈现样式都可以改变，常用文件触手可及。我会一个文件夹放原图，一个文件夹放精修，而且文件夹还能够自定义颜色和 emoji， 这个我真的爱了。预览 App 我也用的非常多，因为我经常会收到各种保密的数码新品，而在寄出前通常都需要签署保密协议。直接在预览 App 用 Apple Pencil 创建一个签名就可以快速搞定，而且这些数码新品都会有相应的一些电子说明书，在上面浏览起来也很方便，干净无广告，并且还是自带的 I like it。而我刚刚提到这些更新，就是让我最近这段时间都将这台 M3 iPad Air 作为我唯一办公设备的原因。当然，按道理来讲，之前的 iPadOS 也能做到，是的，没错，但功能远远没有 iPadOS 26完善和丰富。以前我也尝试过用 iPad 来办公，但通常4到5天之后，我就会放弃，回归到 Mac。但这一次我坚持了1个多月，抛开 beta 版的 bug， 它真的可以取代我的 Mac 和完全改变我一直以来的工作流了。可甜可盐是我对 iPadOS 26最深刻的印象。如今我下班回家可以开开心心的带上 iPad 看新出的剧集，即便遇到工作要处理，它也可以完全胜任。未来还会将 iPad 作为我的工作主力机吗？我想应该会吧。当然，这个跟我的工作属性也有很大关系。大部分的时候，我的工作都是文字处理、写稿，还有收集资料、看自己的美照，并微调一下，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像是剪辑、调色这种复杂的工作，都有专门的人来执行。刚好他们用的也是 Mac， 即便有什么需要互通的，也可以通过隔空投送等功能来进行。这台仅有460克重的设备，就是我工作的全部。这种感觉就像是当年看乔布斯从文件袋拿出 MacBook Air 一样，真的很棒，很满足。怎么满足了？都是我在加班。这次苹果在 UI 设计上也是焕然一新了。虽然对 iPad 来说，这些改动相比我刚刚提到的功能项改进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但 Liquid Glass 还是很深得我心的。如今我最喜欢的页面就是锁屏了，每次上滑的时候，感觉好像真的是一块玻璃。图标的颜色通过漫反射在玻璃上，这种交互以前确实没有见到过。新的流体玻璃字体很好看，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空间照片锁屏，效果超赞，很逼真，很流畅，而且所有的元素都还是挺高级的。像是之前提到控制中心文字重叠的问题，在 Beta 2里面也进行了调整，再也不会看不清楚控制按钮啦。虽然这次 iPadOS 26我很满意，但是还有那么几个小点，希望在未来可以改进一下。例如从 Mac 的使用习惯转过来，我更想加入 Command 加 Q 这个快捷键作为退出应用，目前只有 Command 加 W 关闭窗口这个选项，以及红绿灯状态栏能不能固定在应用左侧啊？全屏的时候居中，小屏的时候又居左，每次改变窗口大小，我大小脑都在疯狂博弈。最后，如果可以加入 Mac 的桌面视窗就更好了。还有就是目前应用缩小之后，轻触顶部是无法返回页面顶端的，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bug。而其他方面，厅长今年表示真的很满意。最后就是什么时候妙控键盘可以支持第三方输入法呢？等你啦，苹果！如今刚好是苹果返校季，购买指定 iPad 或是 Mac 的用户可以获赠 AirPods 4或是 Apple Pencil Pro， 同时其他产品也有相应的优惠，有需要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看啦。好，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我是尼可厅长，科点的 T。如果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请帮我点个赞、投个币、关注一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